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百威新推出的 TW1031的天灾。这一次呢，也是原大的尺寸，并且在原有的官方模具上面进行了一些改动。整体的车型大小跟官方原版是一样的，但配件内容会多带一对这样的肩甲，因为无法一体变形。毕竟原先的肩甲是要变成车头这一块的，新造型的这个只能做成一个替换件了。额外多带一条爪子。 也是可以替换的，这个手指头会更长一些，每一个指节也都是软胶材质的制成，金色的小钥匙，最后还有一根金属的铁链，也是可以跟这么随便一搭了，装饰在天灾的车头上，就更有感觉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东西也没有一个标准的搭法，随便跟这么往上一卷就行了，只要别搭了地。哎呀，这就挺好看了。 来看整个车身的一个效果吧，涂装上边也是做了一些渐变色的喷涂，该用透明零件用透明零件，该用软胶用软胶。但材质的手感上面来说，官方原版的那个是偏软的，百威的这一款料子明显会觉得更硬一些啊。不过这个手炮是比官方的那个更软一点的，密合程度还不错吧。百威的模具一般来说。 精准度什么的没什么问题，并且因为这一次全新的修正两条腿啊，所以这把匕刀中间原先的一个和腿上的卡的位置，把那里削掉了，这个刀就等于是夹在腿的中间，并没有一个插点进行结合。还好的就是支撑的力度没什么问题啊，夹的挺紧实的，也不会在里边晃晃荡荡。 那我们还是直接来开始变形吧，看看这回改动的地方有哪些。首先把后边的臂炮摘下来，这个玩意儿插的还挺紧的啊。我们也是变形一下，把它扭回人形的手炮造型，纯黑色的零件。先把这一块中间的卡扣脱开，注意后边这里是一个七形钩，延展，上边的这两块折下来。 官方原版那个我记得烟囱特别容易掉啊，百威的这个相对来说紧了一些。两个脚丫子中间有一个卡扣，把它拨开，胯部这里的卡扣拨开。原先腿部的造型更改以后，在这个位置的一个卡扣卸掉了，现在是光溜溜的，腿旋转180度。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到，整个的腿部啊，尤其大腿的这一块，造型有重修，更加的圆润了一些，并且里边做了一些细小的刻画。这个磨点齿轮的感觉还是在的。脚丫子后边这里，哎，这儿就改了，折过来扣上。这个轮子按下去啊，这个锁定的感觉也比官方原版那个软料子可能稍微强一些啊。前方这里多加了一个合金的液压杆，作为装饰的零件。另外的一侧呢，注意把这个卡扣翻折进去，把这折上来，插进去。后轮这个位置在伸缩的时候有明显的这种卡顿点，还挺清脆的，拔出来也是很紧。 哎，拔到头，嘎巴一声，这个就算锁定住了，转动起来也没什么压力。接着来变形上半身，先把前方的保险杠这个位置抠出来，外侧这里也是软胶的材质，里边用了一个透明橙色的零件，顺着这一侧的扣子，同样的位置脱开，然后把这一块旋转往出翻，往下折叠，轮子藏起来。 这一侧也是拨开扣子，夹住，胸甲归过来，掐进去，往里折一下，哎，曲起来，鼓出的胸部造型做成那种仿骷髅的样式。不得不说啊，这个模具的胸甲设计还是挺出彩的。继续把这里拆开。 剩下的变形基本上和官方原版是一样的。肩膀锁住，拉下来。背包这里继续卷，把这块拉开，卷下去，对折。然后背包这里的连杆再进行往回折叠，跟后方这里卡住。 插扣，烟囱稍微摆一点斜着的造型，好看一些。
当然，最主要的，我们需要把这个不还原的肩甲也给它替换掉。这里因为用的是活扣子啊，靠这个 C 型的韧性把它拔下来就行了。来换上这一对银色涂装的肩甲，上边还有一些各种派系标志的徽章，扣进去。最后，我们也是把这个铁链子往胸口的这个地方一耷拉，随便的挂一挂。咋绑的跟个 SM 龟甲服似的呢？好了，也是重新的调整了一下，这种废土的感觉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到了一个更加还原的天灾造型，肩膀的造型、头部的造型，在这款模具上边终于还原出来了电影里边应该有的那种感觉。手臂张开之后，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卡孔的臂炮装上，让手炮进行一个这样的搭载，更加圆润有张力的两条腿。也是这一次百威版本改动最大的地方，两条腿基本上是属于完全开模重新更换的了。另外拆下来的这一对肩甲呢，我看厂家发图那个意思啊，让大家把这个东西掐在这儿，算是有一个搭载的地方吧。聊胜于无。这样搭载好看吗？大家觉得如何？反正我个人来说还是喜欢摘掉啊，后背更加的干净一些，也让这两个烟囱能斜着更往上一点点。那么总的来说吧，百威这一次的天灾在改动之后，各方面的造型更加还原了电影里边的效果，也能让不少喜欢这个反派角色的朋友们，终于心里边有块石头落地了。之前官方那个原版的模具设计，我觉得还不错了，但是毕竟是一个废案的角色，而且之前无良商家吵架吵得挺过分的，这款天灾卖的相当的贵啊。这一次百威不仅把它 K 了出来，而且加上了这个配件包以后，各方面的造型来说，自然是更加还原电影里边的效果了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两个肩甲并无法做到一体去变形，需要在人形的时候进行一个替换。也是比较可惜的，无奈呀，这个变形的底层逻辑已经把这一块的造型完全锁死掉了。如果再想改的话，整个胳膊的变形结构是要重新去修一次的。那不管怎么样吧，反正这个人形摆在这里看的样子还是不错的，关节各方面的支撑力度也可以，用料材质方面能玩能禁得住啊。包括这么大一个臂炮举在这里，这个胳膊的举的支撑力度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也算是圆了一些喜欢电影玩家们对这款模具的一个遗憾点吧。尤其是这个新头雕替换上了以后啊，真的比官方原来的那个球形关节再细长脖子小脑袋那个好看太多了。新的肩甲一装上特别的有感觉，并且这个脖子还是个独立旋转的轴，并没有使用球形关节，可动方面做的还可以。细节的刻画方面，在一些刻线和雕琢的地方也做得可以了，牙齿的一些刻画啦，眼睛里边透出来的一种橙色的光，可以了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并且胸口的骷髅这个涂装会显得更加精美一些，腰腹部这里也用了很亮的银漆来处理，主要是这两条大腿整个更换了以后，刻画方面做的细节也丰富了不少。腿部曲线匀称的情况下，还放了一个小的合金零件来装饰点缀一个液压的效果。总的来说也算是改的用心了吧？大家觉得这款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言论。那么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